各位健康永驻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张德昌。今天这消息非常重要，建议您立刻叫上家人一起看，或是分享到家族群里。因为2026年1月1日起，为应对物价上涨，8大类津贴确定全部调高。这1年多来，青菜、水电、三餐样样涨价，很多老朋友都说养老金不够用。现在好消息来了，依据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法律规定的调整机制已启动，这不是临时措施，是您应得的保障。明年1月起就会直接入账。在详细说明前，请您帮自己一个忙，如果还没订阅，请按下订阅键，并开启小铃铛。本频道专注分享与您养老金、补助权益相关的实在信息，确保您不会错过任何重要通知。本次调涨范围广泛，无论您领取老农津贴、国民年金，或是身心障碍者、低收及中低收入补助，都包含在内。每个人能多领多少？谁符合资格？何时发放？又有哪些常见疏忽会导致无法请领？今天德昌就用最明白的话，一次为您说清楚。首先，我得跟您说说，为什么这次一定会涨，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您懂了这一点，以后看新闻心里就有底，不会被各种说法搞得晕头转向。依照咱们的社会救助法和相关法规，这8大类社会福利津贴的金额，不是官员坐在办公室里随便决定的，它是和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开销指数，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的。法律写得清清楚楚，每4年或者当这个物价指数累计涨到一定幅度的时候，为了不让钱变薄，不让通货膨胀把咱们的养老钱偷偷吃掉，政府就必须依法调高给付的金额。这1-2年物价怎么涨的，大家眼睛都看得到，菜价、油价、电费，样样都往上走。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数字，这个涨幅指标已经确定达标了。虽然政府那边还在做最后一点细部的计算，但是津贴要调涨这个大方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德昌啊，就算涨，大概也就涨个几百块吧，有什么好兴奋的？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算笔账，每个月多几百块，1年下来就是好几千块。对于平时省吃俭用的长辈来说，这几千块可能就是好几个月的米钱，是过年时可以多买点肉、多包点红包的底气。这是法律保障我们应得的权益，一分一毫我们都要清清楚楚，都不能少领。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请您仔细听，看看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属不属于这8大类人群。只要占到其中一项，恭喜您，从明年开始，您存折里进来的数字就要变大了。第一类，也是人数非常庞大的一群，就是咱们的老农津贴。如果您家里有在乡下种田、持有农保的长辈，这个消息一定要亲口告诉他。农民朋友真的是看天吃饭，辛苦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笔津贴常常就是他们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个依靠。这次调整就是考虑到现在农作物的成本、生活开销都在涨，所以持有农保资格的老人家，您每个月领的金额确定会往上调。紧接着是第2类，国民年金里的老年基本保证年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保老年年金。只要您年满65岁，而且符合所谓的排富条款，意思就是您名下的财产没有超过规定的标准，那么您每个月领的这笔基础年金也会跟着这次的物价指数一起往上涨。这笔钱对很多家庭主妇或者是一辈子没有劳保的老人家来说，就是最主要的收入了。所以这次的调涨对大家真的是一场及时雨。第3类和第4类咱们放在一起讲，那就是低收入户家庭补助和中低收入户家庭补助。这是咱们社会安全网最基础、最重要的一层，是政府照顾最困难家庭的核心措施。这次的调整不仅仅是每个月的生活补助费会增加，通常还会连带影响到家里小孩的就学补助标准，可以说是帮全家人都减轻了一点负担。第5类是专门针对长辈的，叫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大家要注意听哦，这个和刚才说的国民年金不一样，这是专门发给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困难，但又还没达到低收入户标准的65岁以上老人家。这笔钱很多长辈都说是救命钱，因为领这笔钱的老人往往没有其他的退休金，
就靠这笔钱支撑日常开销。所以这次为了对抗通胀做的调整，这部分长辈的感受应该会最明显。第6类，家里如果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家人，不管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依照需要照顾的严重程度不同，每个月的补助金也会按照比例调高。我们都明白，照顾身障家人身心俱疲，不但要花费大量体力心力，那些医疗用品、耗材更是每个月一笔不小的开销。这次补助调高，希望能给辛苦的照顾者多一点支持，让他们能稍微喘口气。第7类是弱势儿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这笔钱名义上是发给孩子的，但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家庭是阿公阿嬷在带孙子，是爷爷奶奶靠着这笔钱辛苦拉拔孩子长大。现在小孩的营养午餐、学杂费、文具用品，样样都在涨价。这笔扶助金的调整，其实也是在间接减轻阿公阿嬷肩上的担子，让孩子能吃得好一点，上学更安心一点。最后一类，第8类是国民年金里的原住民给付。如果您是年满55岁的原住民朋友，您的这项专属福利也在这波的调整名单里面。这也是为了保障原乡长辈的基本生活品质，不让物价上涨影响到您的日常所需。讲到这里，我相信电视机前或手机前的您，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在计算自己大概能多领多少钱了。但是德昌在这里必须要给您提个醒，甚至可以说是拉响一个警报。接下来这几分钟要说的是，可能比知道涨多少钱还要重要。因为2026年它不仅仅是津贴调涨的一年，更是政府会加强进行资格总清查的一年。钱虽然要变多了，但如果您因为忽略了某些规定，导致自己的资格被取消，那别说多涨的那几百块了，连原本每个月该领的几千块，都可能1毛钱都拿不到。我特别整理了3种最容易让大家忽略，也最容易导致津贴被停掉的危险情况，请您务必现在就静下心来，在脑子里过一遍，看看自己或者家人有没有不小心踩到这些雷区。第一重危险情况叫做急在人不在，这是很多长辈最容易犯的糊涂。为了领某些县市提供的比较高的补助加码，不少长辈会把户籍留在台北这类都会区，但人实际上常年住在南部的子女家，或者是住在养老院里。以前可能查得没那么严格，但现在政府的资料比对系统越来越厉害，很多补助，特别是地方政府自己加码的部分，是有实际居住这个要求的。如果社工上门拜访，发现您根本不住这里，或者透过您的就医记录、健保使用资料，发现您长期都在外县市活动，那您的居住事实就会被认定不符合规定，到时候不止补助可能停发，甚至已经领的钱都可能被要求追缴回去。德昌诚恳建议您，如果您确实长期住在户籍地以外的地方，最好主动去乡镇区公所问清楚相关规定，不要为了贪图一点地区的差额补助，最后因小失大，损失更大。第二种危险情况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最冤枉也最无奈的，那就是子女的资产不小心超标了。很多长辈会跑来问，德昌，我本人穷得很，名下没房子，存款不到10万，为什么我的低收入户资格或者老人津贴会被取消？原因往往就出在全户所得计算或者直系血亲资产合计这个规定上。在咱们的社福制度里，很多补助不是只看您一个人有没有钱，而是会看整个家户的总所得和财产。也就是说，虽然您自己名下清贫，但如果您那个本来收入普通的儿子或女儿，今年运气特别好，股票投资赚了一大笔，或者因为结婚生子买了新房子、新车，导致他们名下的不动产价值突然增加很多，在政府的审查系统里，这些子女的资产会被算进家人抚养您的能力里面。一旦您子女的总资产超过了排付条款的上限，政府就会认定您的家人有足够能力照顾您，从而取消您领取补助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会因为孩子买新房而失去津贴，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现行的法律规定。所以，如果您的子女最近有比较大的财产变动，请您务必主动去户籍地的公所、社政单位问清楚，会不会连带影响到您申请的各项补助资格。第3种危险情况是关于长期旅居国外的。
这几年，很多长辈退休后会到国外去帮子女带孙子，一去就是1-2年，甚至更久。请大家牢牢记住一个铁律，只要您离开台湾地区超过2年没有入境，您的户籍依法就会被迁出登记，也就是俗称的除籍。一旦被除籍，您的国民年金、老农津贴，甚至是健保资格，通通都会立刻出问题，很可能直接停发。虽然以后回国可以再申请恢复，但中间断掉的那些月份的钱是补不回来的，而且恢复手续非常麻烦，有些津贴还要重新计算等待期。所以，如果您有计划要长期出国，一定要算好出境的日子，尽量不要超过那个期限，或者提前安排好时间回国一趟，保住您的户籍状态，这样才能稳稳地守住您的各项权益。听完这3个大雷区，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个底了。津贴调整是好事，但保住领取资格才是真本事。那么，这笔调整后多出来的钱，到底什么时候会实实在在的进到咱们的口袋呢？通常来说，政府的行政作业需要一点点流程时间。虽然法规生效日是2026年的1月1日，但这笔钱真正显示在您的存折里，通常会是在1月底的那个固定入账日。大家都知道，1月底差不多就快过农历春节了，这笔钱啊，往往就会赶在过年前发到大家手上，就当是给各位长辈的一个新春小红包。德昌建议大家，您可以在1月20号之后，也就是农历过年前大概1个礼拜左右，拿着您的存折去邮局、银行或是农会的补折机刷一下。如果您看到入账的金额比去年每个月进来的数字多出了几百块钱，那就表示调整已经生效了，您可以安心准备过个好年。但是，如果您发现都已经到1月底，甚至2月初了，钱迟迟没有进来，或者进来的金额跟以前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增加，甚至这个月根本就没有这笔钱入账，那您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别想着再等等看，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带着您的身份证和印章，亲自跑一趟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区公所的社会课或社政单位，或者直接打电话去劳保局询问，问清楚到底是银行入账延迟了，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个资格雷区，您不小心碰到了哪一个，尽快把事情弄清楚，才能及时补救。最后啊，德昌想跟各位老朋友、长辈们说几句心里话，物价上涨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难题，咱们这点津贴的调涨，说句实在话，可能也就是刚好够多买几个便当，或者多抵消一点涨上去的电费。要说靠它让生活品质一下子飞跃起来，那确实不太可能。但这就像冬天里的一杯热茶，它不能改变外面寒冷的天气，却能让咱们的手和心都暖和一点，让我们知道咱们生活的难处是被看见的，咱们这些老人家的权益是有法律在背后做靠山的。在等待这笔钱入账的日子里，大家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保持心情愉快，钱再多啊，也比不上一个健康硬朗的身体。如果您觉得今天德昌整理的这些消息对您有帮助，或者您身边也有老朋友、老邻居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请您一定要动动手，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您的津贴有没有顺利调整，或者您觉得涨这些钱对生活有没有实质帮助。咱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天，互相打打气。我是德昌，在健康永驻频道，陪您一起关心生活里的所有大事小事，一起守护好咱们的老本。如果您还没给这期视频点赞，记得按个赞支持一下德昌，也更别忘了我们一开始说的点订阅、开铃铛，这样下次有重要消息您才不会错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预祝大家2026年身体健康、平安顺心，钱包也能稍微鼓一点点。